那时候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事情哦？是因为想要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吃。7年前的网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个时候真的是你随便发一张图哦，都是可以卖到货。第2年就达到100万的营业额。MCO 之后那个销量下跌蛮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改变，透过 Expo 啊，然后 Bazaar 啊转线下。市场改变，我们也要跟着改变，就千万不要市场变了，然后你还在原地踏步。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团队要做大，一个企业要做大，真的是要有找到可复制性的方法，才有办法做到更好，一代传一代这样子。你一开始要想的就是要怎样去 create 那个 value 给人家，而不是要追着钱跑。你先 create value 给人家的话，那个钱自然就会追着你跑。你可以走到慢，不需要赢在起点，可是你要在进步的路上啦。创业就是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当你解决问题越多，你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不要害怕问题，因为他们会让我们的这个认知提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本期节目由 Tobaki 赞助播出。欢迎来到今天节目。佩玲，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大家好，我是佩玲，然后你们也可以叫 PL。我是一个美食博主，同时间也是有自己的个人健康零食品牌 Love Bite Clips。那么佩玲，Love Bite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2019，那嗯，个时候你几岁呢？那时候我是23岁，也是 MCO 之前。哦，因为隔年就是 MCO 啊。23岁啊。嗯，这样 Love Bite 现在目前的规模大概是怎样呢？我们是走着比较轻资产的路线啊，然后都是团队的路线这样子。目前大概是有差不多类似200人。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下400万的业绩。哦，就是你是做冻干零食对吗？对的。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赛道呢？因为跟我的科系有关系。大学的时候我是读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的，就是那时候已经了解到冻干这个技术，因为有关于会做到 research assignment 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懂哦，原来冻干技术在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到很成熟，可是我就看到大健康的趋势，然后就觉得想要把它就是成立成一个品牌这样。哦，你是在大学的时候读 Food Science 接触到这个技术了。对对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要创业？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啦，我们进货一大批货，然后再卖出去嘛。然后那时候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事情哦？是因为想要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吃的同时，就是可能我卖出去赚到钱了，然后那个赚到的钱可以给我买这个买更多。嘛，对不对？可以买更多来自己吃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其实出发点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健康零食这样子。这样当时你的启动资金大概是多少呢？其实不会很高，就是2000块。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资金嘛，就是以小刀锯大树的一种心态去开始创业的。2000块，嗯，是这样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所谓的 branding 思维，就是我们用着那种透明的 plastic 袋装进去，一个星期就漏风了。哦，就是可能漏风了过后，你不可能漏风的东西，然后就坏掉，可能漏风的东西，然后你给客户嘛，不可能的嘛。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它给就是丢掉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试过亏钱，就是因为漏风啊，然后我们又没有就是不懂它的属性，然后就是导致掉就是整批都报废这样。那么当时你们一开始推出了说这个冻干的零食，一开始市场的反应怎样呢？一开始推出市场的时候是反应是蛮好的。我是2019年成立的嘛，7年前的互联网网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个时候真的是你随便发一张图哦，都是可以卖到货。然后刚好2020年就 MCO 了。MCO 确实是有帮助我们的事业蛮大，因为我们都是主打互联网事业嘛。2020年的我们做这个品牌的第2年就达到100万的营业额。MCO 算是一个助力了。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话，MCO 过后呢，会有影响吗？确实是会有。MCO 之后那个销量是有在下跌的。那个时候确实我也会怀疑，就自己到底还适不适合这一行这样子。因为销量比起在 MCO 期间真的是下跌蛮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有改变，就是我们从只是单单做线上而已嘛，在 MCO 的时候。然后 MCO 之后嘞，我们就开始有转线下。就是透过 Expo 啊，然后 Bazaar 啊，去销售我们的这一个健康零食，就是多一个渠道，不再只是做线上而已。所谓的线上跟线下都要结合。那么在定位上呢，Love Bite 是怎样去区分自己呢？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12种 SKU 了嘛，然后好像我们最近才刚推出的冻干椰子，就是我们会尽量把马来西亚的特色带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是马来西亚品牌嘛，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特色的水果这样子。冻干椰子。对对对，这是才刚 launch 的。平时我们需要自己去挖，然后可能就是很难挖，那些就很麻烦吃。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可以帮助到，就是好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冻干凤梨，你要切凤梨吃凤梨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每次要切皮就是很麻烦的一个 procedure。可是我们今天的 Love Bite 就是你只要你开袋，你就可以直接吃到我们的水果。而且有时候啊，好像我们买的那个可能从金马伦买草莓回来，然后可能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坏掉的，所以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冻干技术，营养成分可以保存下来，保质期可以延长，同时间是它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在，就是很解压。它算是一个情绪零食，就是你脆脆的声音就很疗愈啊，我觉得。嗯，嗯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在定位上去加强的一个东西啊，尽量是让更多不同的马来西亚风味的一些水果去嗯。带出来那些不同的之处了。对，而且我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保持着，就是我觉得吃零食本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不需要到特别的拘谨。我们要带出一个理念，就是吃零食其实也是可以很开心啊，又可以很健康，他们是同时可以兼顾到的。我要回去一下，前面你有提到一个部分是你在你的团队代理上有200个人，嗯，对。在这方面是怎样去运作的？通常因为我们看到讲说团队嘛，都是卖一些保健啊，或者是一些高价位的一些产品，但你们是怎样去做的呢？我们算是全马第一个做互联网团队的一个健康零食品牌。早期我在做微商的时候，我就是卖这可能护肤、瘦身，就是他们一盒可能要几百块，可能我自己本身可以卖到很好，可是很难真正去做到复制下去，因为可能我卖到好，不一定我旗下的人也卖得好。可是因为我成立了这个品牌，我觉得很大的满足感的一点是，我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得很好，因为一包才就是可能十几20块的一个零食，不难卖。重点是回头客也很高，就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把我们的这个售卖健康零食当成是一份事业这样。嗯。那么在你开始创业的初期啊，你有踩过哪一些坑啊？是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可以，就好像我刚刚有讲到一点，就是好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用那种 plastic 去包装的嘛，然后结果就是因为我不懂它的那个属性，所以它很快漏风，然后导致到我们亏损。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一开始赚到钱的时候，很容易会收不住那个钱，然后就很容易会花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奉劝大家，真的是延时享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创业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储备资金在会比较好。那佩林，我们聊一下你关于你的美食博主之路了。你现在还是在做的美食博主吗？对对对。那我就很好奇了，你现在又要做美食博主，同时又是企业家身份，一心两用，你不怕会两头不到岸吗？这确实是很多人会问我的问题啦。可是我每次都会说，美食博主不算是我的一个事业，它其实就是在分享我的日常。就好像就算我们创业的路上，我们也是要填饱肚子，才有动力去继续下去嘛。而且我早期的时候，我在这事业上就是很全心全意的投入，然后就很经常忽略了跟家人的时间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美食博主也是可以帮助我，就是有更多时间可以陪我的家人。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像我刚才讲，早期7年前做网卖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你随便发一个图都可以，真的是得到询问成交。可是现在确实不是啊，现在确实可能很多时候品牌是要看人在，所以我就想要成为那个灵魂人物，就是透过我的内容去建立那个影响力，跟这个跟客户之间的一个信任感，而且就是很多人会从我的粉丝变成我的客户，再变成我的代理这样。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跟 event organizer 去交换条件，或者是跟一些商家店面去有一个交换条件，比如说我们可能帮他推广，然后他们去售卖我们的健康零食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帮那个 event organizer 推广，然后他们给我们一个 space。一个 booth 去推广我们的健康零食，这样有时候我去谈合作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去 approach 他们。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成交是在
appointment 之前，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在 before that 就已经懂我这个人了，看过我的视频了，就已经对我一个认可跟信任感了，所以之后在谈合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哦，这个很好啊，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讲在 business 上，branding 和个人的 IP，当别人在找你之前，尤其是别人找上门了，是已经一半成交了嘛。他在找你之前，他在看你的 video 的时候，他其实大概已经知道你的行事风格是怎样。你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啊，可能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啊，他大概已经是一半了，走了一半。我认识你了，不是从零开始，是在谈合作的时候，你再用这个身份去告诉他。对，其实我就觉得，成交所谓的成交技术，就是没有太多的什么技术可言，因为我觉得成交真的是往往在你们开始谈之前的对你的第一印象，这个已经是，我觉得是更重要过成交的时候讲的话术那一些等等的。佩妮，你创业到现在有7年了，对吗？嗯，对。就很多刚开始创业公司，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盲区。那么你觉得了，创业不足5年的公司啊，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个盲区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他们会自己想要做到完，自己把卡料，自己 settle everything，然后他们的创业门槛也变低了，就感觉诶很容易可以创业了。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单单兴趣真的是很难维持整个企业。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讲，哎呀，我有这个兴趣，我有这个嘛，我就可以做到很好。可是我觉得单单兴趣确实是很难做到长久的，后面还要很多的，就是互相的配合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商业底层逻辑，还有对于一些商业的认知。讲到认知的话，其实有一句话是认知决定了生意的天花板啊，就是你的生意天花板可以去到多少，取决于你的认知去到多少。是的。那么你认为呢，佩妮，要提高做生意的认知这一块，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读书啊、上课啊，确实是一个很好提升认知的方法。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底层逻辑啊，就是所谓的换视角，就是你多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那个事情，这样子。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试错咯，因为因为确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就是还是要不断的试错，你不断的尝试，才可以真正从里面拿到经验这样。因为确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成立了自己的健康零食品牌，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做到很好很不错，想要开始往另外一个领域发展。就是我们有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代餐品牌，那时候 MCO 的时候，很多人对代餐很疯狂嘛，然后结果到最后是成绩不达标，然后我们就是以关掉收场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上面。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哎，跨领域是不是两边都可以赚到两边不同的钱这样子？可是其实不是的，就是还是很多时候要专注做好一件事情会更好。这些都是一些走过的弯路啊。啊，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是试错了过后，你给这个市场学费啊过后，就比较容易就是会更容易 get 到这样子。然后佩妮，我就想问你了，很多人可能会讲说了，创业成功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嗯。就是可能刚好你是因为运气啊，可能刚好踩在风口上，可能 MCO 才做到。那么对于这一点，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确实是的，可是我觉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早期没有准备，早期可能我在大学时期没有就是踏入互联网微商这一块这一块路的话，可能我风口到的时候我也是抓不住。而且我觉得你抓得住风口了，然后你也是要踩稳它，然后风口过后诶，你也是要真的是真正留下来的话，也是要靠自己本身的能力跟认知的提高，才有办法走到最后。可能一开始是靠执行力了，就先去开始，先去摸索，先去试错。那接下来的时候要懂得一直去复盘，一直要变啊，一直变，因为对。不是风口嘛，它是一时是风口，不是一直总是风口的嘛。对，就好像之前我们 MCO 是风口嘛，线上是风口，MCO 一结束，我们确实成绩下滑是很多，非常多的。我们就有一个认知在，就是我们当时候就是一个理念，就是我觉得市场改变，我们也要跟着改变，就千万不要市场变了，然后你还在原地踏步，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市场每天都在变嘛，你不变的话，你就是属于退步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会想要从线上转到来线下，就是去做一个线上跟线下的配合。被你文你讲说从线上到线下，去到线下的时候，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个策略去发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透过平时的 bazaar 跟 expo，
或者是跟一些商家、商店去合作配合，就是我们会把我们产品放在他们的店面。或者是一些商场这样子。一开始我要进这个 expo 或是巴扎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担心啊，因为可能3天这样的 expo 可能就要4、5千块，我们会担心诶有没有办法回本，或者是因为可能我之前会比较要求完美，然后可能看到不懂要怎么样开始线下，诶线下是不是要很多美美的 deco 啊，才可以有办法做好？可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先开始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桌子，跟把我们的产品摆在那边而已。然后就是慢慢越做越多场了过后，就是可能一点一点的加上去，一点一点的 deco 加上去，会有买板钉啊，然后会有买那种架子啊、standee 啊，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去慢慢去加上去，然后做到越来越好，这样的去进化、去美化这个巴扎这样子。这个方式你们到现在还在做吗？确实，我们现在都还有在做。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本身一个人去做，就是跟我的男朋友就是2个人，就是每天自己驾车，然后去到那边，然后自己做，然后做好过后，诶，发现这个方法真的是 work 的。等下我们就是放手给我们的代理去做，嗯，对，就是给他们也去体验这个线下，然后同时间他们也可以有保障他们的收入，就是我们品牌也是有一定的曝光跟一定的历史啊嘛，所以他们售卖这一块也不难，所以他们也是可以真的是在这边赚到钱这样。所以一开始从你跟你的男朋友2个人先去 test 看这东西能不能 work，诶，找到对，可以 work 的方式再去复制给你的团队去做了。对，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先做先，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做到可行的方法去复制给团队。因为我觉得一个团队要做大，一个企业要做大，真的是要有找到可复制性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代理有来自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地区嘛，有 Penang 啊、Johor 啊、KL 啊、东马。Brunei、新加坡都有，等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去做这个线下的 bazaar，然后通过会给我们拿货嘛，就是其实我们是走这批发模式，就他们拿越多的货，他们的本钱就越低，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的净赚就会越大。其实我们也算是以一个平台的身份啊，就是我们提供他们货，然后当然我们也会给予培训，诶，怎么样去开启一个 bazaar，然后当然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本身踩过的坑跟踩过的经验这一块，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在动感零食市场上已经有7年了嘛，就是我们会用我们踩过的坑去给他们一些知识、一些分享跟培训。哦，这样这个很好，就是在他们可以 auto 去 run 这个东西，明确他们可以赚到钱，再去复制，这样一下子就办很快哦。对，因为而且我们的品牌也是有7年的这个影响力在啊，就是客户我们会通过试吃，然后客户就会觉得诶好像也不错，然后而且我们的 SKU 很多选择，就是我们会定期可能每半年、每3个月我们就会推出一次新品，这样子可能客户买了，他们就很容易再复购，因为不会那么乏闷啊，就至少不会腻这样子，嗯。那么佩林啊，如果现在让你保持现在的认知和经验没有资金，没有资源，去重新再开始创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会怎样做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们想要创业，可是真的是没有资金，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品牌方，你们可以主动去找他们，你可以主动开口跟他们讲，我有就是可不可以售卖你的产品？可能你可不可以提供素材，或者是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样本给我？然后我们就是在互联网上去售卖呃对方的产品过后，然后再跟对方拿这个佣金。我相信对方品牌商也不会拒绝你，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是可以品牌的 exposure，而且同时间是可以达到这个销售额、销售业绩的，就是算是一个双方 win-win 的情况下啦。品牌方可以有曝光，然后自己本身也是可以透过就是不需要资金的方式下去创业，去真的是赚到钱，这样子去赚到一个commission 这样。从品牌方那边来的时候，你会去 testing 嘛，试错嘛，才获得一些灵感，想说，哎，我可以做怎样的 business，这样子去对，开始。首先要先去想自己可以提供到什么价值先哦。佩林啊，讲到 social media 这一块其实你很擅长去利用 social media 哦。像对于那些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借助社交媒体去打开知名度的话，你有什么 tips 给他们吗？
第一点哦，真的是不要觉得现在才开始太迟哦，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最早的开始啦。然后再来第二点是，你要很清楚你自己的定位是谁，就是你是谁，跟你是要跟谁讲话的。比如说一开始我进入这个赛道，我就是选择美食嘛，因为这是跟我的兴趣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始终还是要跟自己的兴趣有关系，你才做到长久，不然你做一下就很容易会放弃啊，然后就哎呀还是不要做了。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美食，是因为它就是我的日常，就是对，就像我们要创业，我们也是要吃饭的嘛，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日常带进来啊，这样。就好像当初你选择这个冻干零食是因为你喜欢吃这啊，个。对对对对对，就是跟着我们自己的培训做，因为是一个吃货，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是读跟吃有关系的行业的这一个科系，就是 food science。然后大学毕业了过后，就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吃的一个健康零食品牌 Love Bite。然后到最后也是自己是一个美食博主，这样都是跟吃离不开关系。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遗传啊，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从安顺带我来到 KL，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来到 KL 的时候，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 explore 不同的美食。哦。对，所以我现在才会有一个回忆叫做爸爸的回忆。就是会带着就是会跟我爸爸一起去寻找回当年我们就是我还小的时候啦，他带我去吃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们再重新把它拍出来这样。哦，OK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优良传统，父亲传给你的一种味道，一种感觉，嗯，对。所以算是一种启蒙啊，让你对吃这方面特别有兴趣。对，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去太过那个数字，不要去在那个numbers 啊。可是讲真的，如果说一开始就不在意的话，我觉得也是假的啦，因为毕竟你一定也是会在意的嘛。然后，我是可以分享的是，就是比起1000个人点 like，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要怎样去留住5个人成为你的粉丝，你就是要怎么样去让那些喜欢你的人爱上你。会更重要 than 就是很多人喜欢你而已，就是尽量的去让他们就是吸着他们，就是真的是从喜欢你到爱上你那种感觉，才可以把他们留住这样子。最主要是要去建立信任感啊，跟他们。因为现在很多人确实是很多人为了流量，就是去炒新闻啊，还是去蹭流量啊，就是还是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我觉得这个就虽然你有流量，可是我觉得就没有真正有粘性的粉丝，确实也是就没有什么用的。建立那个粘性的 community 才是那个 branding 了。才是一个长久之计啦。就是那种 engagement 啊，都是短暂的，我觉得。那么佩林，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个人呢、嗯。你给我的感觉啦，那不管是从视频上或者是在讲话上、沟通上啊，就是给我感觉你是一个很积极、很冲的人。那其实你从小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吗？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本身是有点太过用力了，这个其实哎。我还在学习要怎么去放松，你懂吗？对，就是怎样去不要到太过用力，就是适当的放松这样子。然后好像我小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为了要做到一件事情，然后就真的是不管用任何就100种方法，我都要做到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大学时候，我很想要去英国，然后我就求了我家人很久很久，然后他们终于真的是给我去了。可是一开始就有讲好了，是 budget trip。等我知道是 budget trip 了嘛，等我就会想尽各种方法，比如说我会跟我的朋友去借 jacket 啦，去借大衣啦，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会去住我朋友的家，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会去，比如说好像那个时候我去到英国，然后我就会去用他们的学生证，因为他有当地的学生证的话，去很多景点确实是会便宜一点的。就是我会想尽各种方法去完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就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budget trip 是不是去不到了？哎呀，我们家里经济条件状况不是很好了，是不是去不到了？可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这么认为啊，因为我觉得方法总是会比问题多的。创业就是不断的找方法。对对对对对，就是不断的找方法跟解决问题这样。那么佩林，我们 back to day one 啊，如果讲说回到2019年你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你有想过会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吗？一定是没有的，因为一开始好像我刚才一开始为什么我会想要成立这个品牌，是因为我想要用
更便宜的方式自己去吃，然后同时间赚的钱可以拿来给我买回这个零食去吃。OK，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去出发嘛。包括我这个美食博主，也是因为想要就分享自己的日常，这样就是确实是没有想过可以走到今天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去开始一个项目的话，我觉得反而会得不偿失，因为你一开始要想的就是要怎样去 create 那个 value 给人家，而不是要追着钱跑。因为你先 create 那个 value 给人家的话，人家自然那个钱自然就会追着你跑，这样。不要把那个目的性放得太前面了。确实，因为如果把目的性，OK，比如说我今天成立这个行业，做这个 brand，一开始就真的是只是想要为了赚钱，但很多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亏一点，就吃亏一点，因为我觉得学会吃亏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可能可以不赚钱，可是你懂你的终点是什么东西，就是以终为始的话，就是短暂的吃亏，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啊。对对对对，以终为始，可以这样子说。讲在创业的路上啊，就好像你在 Love Bite 这条路已经做了7年，同时也是一个美食博主。其实一路走来，在创业的路程中啊，有哪一些牺牲，可能外人可能是看不到的嘛？我觉得牺牲睡眠是一定要的了。然后在第二点是，我觉得牺牲所谓的稳定性，因为我们创业就是不稳定性嘛，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没有一个就是固定的收入，这样子可能会担心，或者是我们每一次做的这个决定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跟影响着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就是影响所谓的这个稳定性啦。然后在第二点就是可能会比较忙碌，就是可能会忽略一些亲子的关系这样子。所以我刚才有讲，就真的也是很感恩美食博主这一块，就是可以让我跟我的家人有更多相聚的一个时间。就是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起拍摄，然后可以一起就是可能每一个星期有可能几天的时间相聚。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搬出来了嘛，从家里面搬出来啊，确实相遇的时间是很少的，就是 before 我正式开始做美食博主这一块的时候。那么讲到在创业的这个路上啊，创业了7年，其实有什么东西了，在创业路上是你前面5年是不知道，这1-2年才领悟到的吗？我觉得是有意愿跟有态度的人才是我们值得培育的人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培育可能做到很有成绩的人，可是我觉得往往有意愿的人才是比较值得栽培的。然后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前5年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品牌它就是一个 logo，它就是一个图片而已。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到，诶，原来品牌是要建立，就是通过这个时间去建立跟客户这个信任感。因为真的是只有当客户信任你的时候，他才会回购嘛。当团队信任你们的时候哦，才会愿意跟随。然后当合作方愿意信任你们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谈合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成立这个所谓的零食品牌的时候，我是根本没有用 Love Bite Clips 这个 logo 的，我就是随便一个袋子，就是没有品牌，可能人家会看过，诶，好像有看过这个包装，可是不懂它叫什么名，它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零食哦，就是一个冻干零食这样子，就是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品牌思维。可是确实是很浪费啊！想回去的时候，我们浪费了那3-4年的时间，没有嗯，再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回看的话，看回去了，你觉得你做过最关键、对生意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决定是什么？一开始，早期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要做到完，就是自己真的是亲自去干，才算真是亲力亲为。后来我知道啊，就是真的是放手，它不是偷懒，而是我觉得对团队的一个另外一种升级的方式。因为真的是只有真正放手啊，才可以让他们去执行，然后可能让他们去跌倒，然后他们才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就是我觉得是让他们的一种升级哦。因为以前可能我比较注重在个人发展，可是现在的话我们都是比较会在注重在就是培育人才这一方面，就是比起追秀啥，还是比起招新的人进来，我会更想要就是专注培育在我们现有的人上面。像你提到把对的人栽培起来了，嗯，对。同时也是在把能忘的东西复制出去了，因为总嗯。是不能一个人包完啊。对，所以我觉得一个
一个企业里面来讲哦，可复制性的体系是最重要的。像佩林前面你有提到是在认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看一些书啊，或者上一些课。这样佩林你有看书的习惯吗？我有听书的习惯。有听书的习惯，这样有哪一些书是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你想要推荐给年轻人的吗？刻意练习，就是有讲到，就是很多人可能我们是很经常会讲，诶，我们学了，可是这么学不会了。可是你学的话，其实是有分成很多种方式的，就是还有拆分成4个 step。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你需要你要重复的练习嘛，就是你要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很高浓度的专注，就高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就是不可以分心，学一下这个再学那个，再学那个这样子，就高专注啦。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要反馈，就是你需要这个事情，然后你可以做给别人看，然后你可以尝试听取别人的反馈跟别人的意见，然后再从中去改进。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你要踏出那个舒适圈。如果你学了一个东西，你还是在回你原本的舒适圈之内，你没有踏出去的话，其实也很难去进步跟改进。就好像我刚才讲了，真的是很多时候哦，你要先完成了再完美。就好像一开始我做我的那个 expo 也没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桌子直接就开卖哦，直接给他们 tester，就是也不会到很美的 deco 啊等等之类的，就是真的是先开始先，然后再一步一步去做好。就好像你刚才提到其中一个 step，就是当你去做的时候，市场才会给你反馈，对你才能去对对优化。对，我觉得反馈是非常重要跟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去进步，就是还是要去听取别人的意见跟反馈啦。那么佩林，像你本身是一个博主嘛，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想要做自媒体的博主，这样在于做自媒体博主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一些误区呢？不要以为一开始就可以赚到钱，因为其实很多人你看到他们现在很有流量，还是你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可是他们花很长的时间去累积。就是比如说，好像我都已经做了3年，可能有些人会做更长的时间，就是他们已经是默默的在发文，可是没有人懂的那个阶段，就是一定都是会经历这种阶段，然后这些阶段都是很大的时间成本来的，就是你要真的是要首先要付出时间成本。然后才可以开始，真正在这一个行业赚到钱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嗯开始的时候哦，会先建议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以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去开始自媒体这一条路。然后我觉得也不可以太过玻璃心啦，因为一开始我做这个美食博主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在意别人的评论啊，就是可能很担心呃会有很多恶意的留言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更担心的是没有流量。就做久了过后，我才发现到，真的是当你有流量的时候，你才会被攻击，因为这东西是相对的，有人喜欢你，就一定有人不喜欢你。有被关注到，才会有黑粉的存在啦。因为如果你不是 somebody 的时候，他们就根本都懒得评论你。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想拍，就内容没有定位。就比如说今天突然间拍吃的，然后突然间去分享穿搭，然后突然间去分享，诶，这个家具好像我用到很好用，好物分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不可以什么都想要，就是专注在一个 point，就是你喜欢穿搭，你就走穿搭博主这一块路；你喜欢美食，就走美食博主这一块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要定位精准一点，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我觉得是不要太过于关注在涨粉啊，或者是数字 numbers 这个东西，因为确实，嗯，要更加 focus on 你可以给到的价值是什么东西。人家会被你吸引，是因为你的价值观跟他们一样的嘛？你们兴趣爱好是同样的，就好像你为什么会跟另外一个人成为闺蜜，是因为你们有同等的价值观，你们会喜欢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对某一件事情特别讨厌这样子。那么佩林，从你的观察来看呢、你觉得马来西亚目前创业的大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些市场的机会是可能比较少人会注意到的呢？我觉得当然也是，必须的是，也是我们冻干这一块趋势，因为好像我之前去中国一趟，我就发现到，诶，很多冻干，包括面膜，现在走是冻干面膜，
包括咖啡也走着冻感咖啡，然后冻感狗粮、冻感猫粮，因为其实冻感确实是可以把它的保质期给延长的同时哦，会更加容易运输地点，更加容易收藏，因为室温就可以收藏了。然后第三点是，它可以把它的营养价值成分给保留下来，因为现在确实大家对于健康的趋势，尤其是 MCO 过后，会更加的注重跟在意，他们会更加会选择一个更加有营养价值的一个产品。然后我觉得冻感技术确实是有保留到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下来，是一个很有未来的一个行业啦。这些冻干可以运用在不同的领域上，好像你刚才提到面膜，对，我吓到，就是有冻感面膜这一块，也不只是东莞，可能韩国啊很多地方都是有在采用这个技术的，那么讲回 Love Bite 了，佩林接下来未来3年呢、Love Bite 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吗？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 SKU 是有12种，我们未来的方向是至少会有30种 SKU，就是不同的水果，然后可以从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这个摄取的营养价值也不同。当然，我们也会把更多代表马来西亚的水果去发展给国外，因为我觉得我们是马来西亚品牌嘛，然后我也希望让更多城市，就让更多国家的人看到马来西亚代表的水果，这样。接下来我们3年的 plan 是会计划在马来西亚开厂，这样。那么佩林最后了，你23岁创业嘛？那么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是20到25岁的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她想要创业，如果今天她来找你的话，你会给她讲一个 advice 呢？我会要他理清他为什么会想要创业。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会创业，会以为创业很好玩，然后很时间自由，可是他不知道，诶，原来时间自由的前提下是要很自律的。然后原来还不知道，其实除了兴趣这一块，然后还是有很多后面的商业底层逻辑是要互相去配合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创业，你要解决哪一种特定类型的人群的需求而开始去创业，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的。然后第二点是，可能你可以走到慢，可是我觉得要在进步的路上啦，就是你可以不需要赢在起点，可是你要走到稳哦。可能现在年代的人，大家有要求速度很快，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他们会觉得，诶，中国这个人做到很好的，好像哇，中国短短之内就买车买物哦。可是确实现在，因为我之前是做互联网，就做所谓的微商嘛，确实是现在是看到很多互联网工作者。就是可能他们表面很风光，可是确实口袋是空空了。在社交媒体上面，大家都包装得很好嘛，所以可能我们自己也会很急切，想要自己也做好。当我们做到一定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紧张，就诶，是我们自己不够好，可是就不要太过心急啊，就是真正去做好扎根，然后以终为始，你要懂你自己的目标方向在哪里，对，然后就是没有所谓的就是也不需要到太过完美啊才开始，就真的是先开始，然后你一定要去学习，不断的学习跟进步咯。你可以不会，可是要懂得去学哦，而且现在有很多方式去得到这些知识啊，比如说好像 ChatGPT 啊、AI 啊，都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事业这样子。创业就是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当你解决问题越多，你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所以就是不要害怕问题，因为他们是会让我们的这个认知提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